起伏的山丘，绿色的草地，蜿蜒的羊肠小道，错落有致的房子，这就是瑞士的山区。8月4号的清晨，现在是7点钟。我们现在住在的地方呢是叫做 Le Pleu， 是在瑞士，实际上是个牧场。我们这次住的很多的山屋呢，实际上就是在高山的牧场。奶牛的铃铛呢响彻整个山谷。吃过早饭以后啊，一片繁忙的景色，大家准备的行囊啊，各奔前程。清晨8点半，我们这个美女大妈队呢，又开始整齐的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。这是我们在山里的第7天。那么远山的这个峡谷啊，郁郁葱葱，山腰处的拉普里呢，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的宿营地。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个峡谷呢，昨天呢从意瑞边境走过的峡谷。剧透一下今天的这个行程呢，那么今天这个行程呢将近有21公里。那么距离呢虽然有点长，但是呢应该是比较平缓。我们主要是在山谷，瑞士的山谷里面行进。那么经过呢要拉夫里和 Ferret 小镇，行程的这个终点呢叫瑞士的 Champax 小镇，也是我们本次 TMB 的最东端。紫色的小花含苞待放，从侧面看呢，他们像不像一个罗马的士兵啊，带着钢盔？而正面看呢，也有点像这个达斯维德黑勇士。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紫色的花呢，在这个山谷啊比比皆是，两侧的鲜花和远处的雪山夹道欢迎着我们远方的游客。山屋啊实际上在山腰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大幅度的下降。那么目前来讲呢，估计已经下了将近200-300米。那么今天的全部的下降要达到将近1000米。走过小木桥，这一生中要经过多少个这样的小木桥哦？标志呢显示这个 Hotel du Col de 那个 Fanati 呢，那么这就是我们2013年呢那么来住的地方。山腰上啊，我们这个队友呢指出来，那么有这么一个东西啊，在喷洒这么一种黄色的一种粉末。那么这种粉末呢洒的周围啊都是这个黄黄的。高的这种植物啊比比皆是。我们的导游啊在2013年的时候呢曾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玩意儿可以拿来酿酒。估计这底下有个快进，是甜的。乡间小路，心旷神怡。草地上呢，看也盛开了这种粉色，在意大利是这种白粉色，那么这儿呢是纯粉色的这个 cactus， 那么也是藏红花的一种，开满了山谷。这个标志显示呢，现在 Ferret 小镇呢还20分钟，拉夫里呢还有1个小时。花呢在这儿比比皆是，可惜呢我们现在已经错过了这个季节，那么它们呢都已经完全开放完了，现在正在结籽儿。西藏呢应该跟这个雪莲呢应该是同一个东西，只是这个种不太一样。那么通往这个 Ferret 这一段路啊，还是马路非常的这个平坦。遇见这样一群一群的这个有导游带队的大部队的人马。山里面啊还有很多这种野的这种小草莓。野营车在雪山下随便的就这么一个住宿，是非常的享受。在这儿呢也能看到很多骑这个山地车的朋友。Ferret 小镇，哇哦，前面这个房子啊布满了鲜花啊，那么住在这儿多么的漂亮。然后后面呢就是雪山冰川，山屋挂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鲜花。那么这一家呢显然是精心的布置啊。那么在这个院子这个前面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布置一个雪绒花 Edelweiss， 非常的别致。fence 上面呢都雕满了鲜花和动物，鹿、兔子。那么辅以车轮呢，蝴蝶。路上呢大家基本上不用背水。那么小镇里面呢处处是山泉呢，非常优雅的一朵鲜花。那么像呢那个贵族的那个花领，接满了这个油亮的这个 berry。TMB 的第7天，我们进入了瑞士的小镇 Ferret。多么的别致呢？它的外墙都是原木装饰这帮瑞士人呢，生活还是太富足了。山上的小教堂古朴典雅，瑞士的乡村小道
那么左边呢是雪山、冰川和山泉的声音呢相伴，右边呢真是牛羊的铃铛，这是何等的享受啊！左右左，紫色、粉色，哇，让人看人简直是心旷神怡啊，高雅。糟糕，一个充满了民族自豪感的国家。那么住在这样的地方，我要没有民族自豪感呢，那么都是不可能的。来到了繁华的拉夫里小镇，红色的果子，那么显然呢，它长得很像这个樱桃，但实际上它不是樱桃，那叶子不像。那么我品尝了一下，里面的核特别的大。但是最后呢，我还是觉得是野樱桃。小小的这种莓啊，看见没？3颗1粒。过来一个水库，水啊碧蓝的，乳蓝色。拉夫里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开明赛，开明赛的移动式厕所。在拉夫里啊，进入下面一个小镇之前呢，我们的 TMB 的这个线路啊是在边上，那么绕这个小镇而过。那么沿途啊松林非常的凉爽，路边啊全是蓝莓，当地的这个蜂巢、蜂箱，你看绿蓝蓝橙黄，有电话号码和它的这个 owner 的名字。经过一个干涸的河床的小木桥，走在开满鲜花的小径，蝴蝶又张开了翅膀。开满了鲜花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有很多这个紫色成熟的 service berry， 那么这个时候它们已经非常的老了。这种长的红果子也非常的可爱。那么山上啊冲下来一个飞瀑。那么当年我们在走的时候，应该是在8月6号。那么当时啊，这条路上面呢，全部都是山洪。那么我们高一脚浅一脚，湿得一塌糊涂。这儿呢可以看见呢，当地的应该也是一种机油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呢是不是完全的褶子形状？那么这个上面呢还有，哇哦，这还有好多！天哪，我的天啊，在这儿有一大片。我们这种蘑菇呢，在这儿一大片大片的这个出现呢，那么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。那么山坡上啊，估计还有。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星星点点，有点很像我们安省的这个机油牛肝。哇塞，这么大的牛肝！而且没虫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这瞧瞧，天哪，我的个去啊，这么大呀！哇，这种菇子呢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也不能说感觉它能吃就能吃，非常的危险。那么在这儿还冒出来了很多，拱出来了很多。哦，在这前面的白色的也在拱出来，看。天哪，这个拱出来的多可爱啊！大家瞧瞧。反正不是那个。那么，鹅膏。对，不是鹅膏，肯定不是鹅膏。那么这个呢，看上去，呀，可爱哟！小兔子住的小房子。松林里面呢，生态非常的良好，湿润潮湿，各种蘑菇啊，在里面蓬勃的生长。在这里野的红莓啊，非常的多，那么质量呢都非常的好。这个蔓越莓啊，疯狂的生长。蔓越莓呢，让我突然想起来了，那么我孩童的时代啊，每年到了春天的这个5月份，那么实际上是南方的5月份呢，已经到了春夏之交，漫山遍野呢全是这种莓。那么进山呢，这个吃了一个饱啊，把肚子吃得圆圆的。孩时的记忆啊，天哪，蔓越莓啊！呢，就是一边走啊，一边看，一边吃。那么看到这些，登山客啊，都在边上疯狂的补充着维生素。这个溪流呢，一直是伴随着我们的右手。可以看到这个，哇哦，这是基本上啊，成这个商业级的这个。下面那个，哇，还有最下面那个，看看下面那几个，这个还有这个。天哪，商业级的蔓越莓。
馋不馋？挂满了沉甸甸的这个蔓越莓，特干净还是？那么在我这个视频里面也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的一些理解。那么在欧洲和这个北美呢，那么情况呢是有很多的差异。那么差异何在呢？那么人们到了北美以后啊，北美的物产非常的丰富，所以人们就搞出来一些东西不能在外面怎么样。可是这种传统呢，在欧洲呢，这种人多、历史悠久的地方呢，那么仍然完好的保存。所以人们呢，在山里面啊，那么会采蘑菇，那么采野果、采浆果。那么这种行为呢，都是在欧洲都是非常的普遍，因为我们的路上大家都是这么做的。条路上呢，这么植被啊，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，大量的呢都是主导性的这个蒲公英和车前草，灌木呢各种各样的gooseberry 和红莓，还有蓝莓。另外这儿呢比较常见的呢就是野的芹菜。在离开了这个 TMB 的山路，回到这个小镇之路，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小镇。那么这个呢叫 Rachdenholt， 走在瑞士的乡间的小路啊，轻松而惬意。山屋的这些结构啊，那么都依山而建。那么下面呢是他们公共的这个停车场，又是一个小镇，叫 Brachdenbos。那么我猜啊，这个是以河流的名字，刚才是 Brachdenholt， 叫 Brachdenbos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下面就是 Brachdenbos 这个小镇。小屋呢在使用这个你看自动的这个剪草机啊，我们再一点点慢慢的在这剪。那么种了一些大葱，那叫 Brachdenbos。安安静静的这个马路上面呢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呢在这行走。那么想当年呢，我们的驴队啊也是这么招摇过市的。这些朋友们呢，把这些烧火的这些木头，你看这家摆得非常的 engineering。骑自行车的人，呼的一下风声而过。一条通向山下的峡谷的路，山屋啊都建得非常的漂亮。这前面呢，紫色的花，粉色的花。我们12年前走过的道路，它虽然不在 TMB 上，但是景色呢却异常的秀美。那么现在离开了 Brachdenbos 呢，向这个 Charlottenburg 进发，美不美啊？大家自己看看吧。瑞士乡间路，成串的这个 gooseberry， 那么呢也非常好吃。我们抓一把呢，哇，像这个红葡萄一样，那么全部塞在口中。瑞士的山泉水真棒！起伏的山丘，绿色的草地，蜿蜒的羊肠小道，错落有致的房子，这就是瑞士的山区。那么在12年前呢，我也在这个位置呢拍摄过视频，只可惜当时啊，只是在云雾之中我看见那个房子，没有看见山后的这个真容。那么这次呢，终于了了这个心愿。过了 Brachdenbos 就到了 Praza de Fort， 离开了 Brachdenbos， 向 Fort 进发。路啊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。那么毕竟是13年以前，那么这条路呢，我是沿着12年前的道路在走。那么依稀可辨呢，这一条道路鲜为人知，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没人维护了，但是仍然可以看见在那儿呢有人为的这个标志。我们现在要穿过这个小溪，回到我们的 TMB， 趟过这个湍急的这个河水啊，到达对岸。那么现在看来呢，我们得选择另外的地方呢来过这个小溪。过来了，太棒了！轻松过来了。看见了很多这个现在正在蓬勃生长的这些榛子，大家可以看看吗？这些榛子的果子。那么这个榛子的果子呢，我们呢，那么揪一颗下来，那么尝一尝这个今年的这个产量怎么样？那么这个榛果呀，现在把它打开，那么非常的坚硬，
我们打开了以后，哇塞，里面就是这个坚果。那么这个坚果呢，还不是，这一颗啊，已经你看刚刚出来。那么我们开一颗大的，刚才那颗太小了，没有完全的成型，大家看不出来是榛子。我们看看这颗啊，哇，好，这颗不错，哇，大家看见没？非常的坚硬。这个里面呢，一颗小小的这个榛子啊，就在这里面。榛子的味道非常的棒，新鲜。进入了这一片河谷区以后呢，这两侧啊全是这个榛子树，野的榛子树，小花儿，做山泉，小木桥。小镇呢叫 Le Channel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啊，居然把这个建在一个水上面，很有情调哦。走在时光凝滞的 Le Channel 小镇，大量的这种原来的农庄。这个白色的花，大家看看像不像那个反过来飞舞的一只蝴蝶呢？我们在瑞士啊，薅他们的羊毛，见水呢就喝。好了，我们接着走。无人的小巷啊，还是有点吓人的哎。那么这些房子呢，看上去啊，都是年久失修啊，都是牛棚。那上面呢是干草，那么中间住人，那么底下呢都是牛棚，还有一个石磨。这前面呢是一个狗舍。哇，走走这个一趟。我们这个趟前面的把手啊，你看都是羊的脚，哇哦！哇塞！这些年呢，看来这些小镇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。小镇，一间古朴的教堂，参观一下。哇，里面还有一间门。编了一口钟，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叫 Hotel Salinas Fort 呢，是这个小镇的名字。小镇呢还是非常的有岁月感。这个房子写的是1846年到1966年，流出来这个水啊，从花里面流出来，看上去特别的浑呐。那么妥妥的是矿泉水。小镇，不知道是鸡舍还是狗舍。那么还有2层楼，还有窗帘。哎呦，来到了这一家，哇塞，这一家呀，他们的那个可爱的收集啊，和12年前一样。这时光啊，似乎真的是停滞了。那么除了颜色稍微有一点褪去以外，我们这些小人呢都在，那么也增加了几个新鲜的小蘑菇。哇，非常棒的 collection。那么我刚才看见这家的老人呢还在，时光荏苒呢，12年过去了。他们家的2楼呢也布满了这个装饰，上面还有2只对视的小公鸡。这儿也拍摄了这个黑莓和红莓。那么如今呢，你看，依然是这么健硕。12年过去了，这家种了生菜、四季豆，还有这儿呢胡萝卜，整整齐齐的胡萝卜。那边呢有黄黄的，已经接好了这个大南瓜。那么当年我们参观的这个农庄啊，依然在。那么当时在导游啊，在这儿，那么牵着驴跟我们讲解呢。那么楼上呢是草棚。那么中间呢是一层是住人的，那么下面呢是牛棚。那么这样的结构呢，看上去呢歪歪扭扭，东倒西歪。那么实则呢是让这个空气啊在里面流通，让这个草呢可以这个自然的发酵，从而避免呢山火和自燃。高科技时代啊，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。那么如今呢，这个繁华的这个小镇呢，那么现在呢
看上去像这个幽灵一般。哺乳接的特别的棒，看他们的蔬菜，草莓，呀，你看这个四季豆，草莓都倒下了。那边是土豆和大葱。我们来这儿啊，又薅羊毛，在这个瑞士的山区啊，薅了一肚子凉水。哎呀，不错，真是薅了一肚子凉水。那么这个 TMB 呢，不仅仅是一条挑战自己的一条线路，那么应该说呢，一条文化之旅的赏析之路，感受这个岁月沧桑和时代的变化。非常隐秘的小巷里面呢，那么找到了当年的这个 bakery。那么导游在这儿啊，用这个上面的那个是铲面包的铲子啊，那么他拿下来，把这个面包啊从里面铲进去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熊熊的炉火可以看到上面啊都熏得哇乌七八黑。这也算是怀旧吧。从那个鬼村呢一路走了下来，就是刚才那个地方，鲜花开满了山谷。现在来到了 Exeter Town， 这个 town 呢，那么调调呢跟前面的那些 town 调调呢差不多。那么这个 town 呢，应该相比来说呢，应该会繁华一些。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啊，能不能吃一个中午饭？紫色的刺球球。走过看过 Exeter Town， 这个房子真是年久失修啊，看上去啊全都是危房。房子刷成了蓝色的窗户，估计这是小镇啊唯一的一个餐馆了。那么和大家指出一下，我都在这吃饭呢。那么检查了一下身上啊，刚才居然发现了身上有 tax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有 tax 的，所以呢，我刚才可惜啊没有拍上视频，把那个 tax 给弄死了。那么大家呢就是 travel 的时候呢，那么叫 within the trail， 那么 off trail 的话呢，有可能在 grass 和 hay 上面呢。那么会有 tax。中午啊，在去香帕克之前，在 Exeter， 那么这个唯一的一家餐馆啊，吃了这个 roast beef， 加上tomato 和这个土豆一份，32瑞士法郎，加上这个4块钱的这个啤酒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现在离开了埃斯的小镇呢，我们要向今天的这个目的地进发，那么叫香帕克，在我的这个镜头的这个右上方啊。可以看见那个是5星级的香帕克酒店，当然了，我们是不会住5星级的，我们这些走路的背包客、穷游客，对，还有6公里，我们现在啊上山。这个身后再看一眼这个埃斯特小镇，这个小镇呢上这个香帕克 Lake 啊，那么爬升呢要在450米左右。我们又开始啊在爬山了。去香帕克的路上呢有野黑莓，非常棒。这条通往这个香帕克的路呢，沿途啊会教你辨识蘑菇。那么这第一站呢，就是这个香特瑞，我们说的鸡油菌、羚羊。我们到现在招了很多，你记得吗？改我们往日啊非常舒适的14、15度的气温，一下变成了21度。那么现在爬山呢，真是汗如雨下。蘑菇、羊肚菌。那么这个地方啊。那么当年导游告诉我们呢，这是一个熊的洞。然后我们来瞧瞧啊，参观一下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哇，阴森黝黑，哇，会不会跳出来一只？哦，一只熊啊！从熊洞之外看外面的世界。大家呢慌不择路啊，一个个被黑熊追赶着走过这个大桥。我要介绍的这个蘑菇呢，应该是我们英文里的这个 Rushly， 对 ，exactly 这个Rushly。那么这个 Rushly 呢是有毒的，味道呢，如果你非要尝的话呢是辛辣。爬这个香帕克这个山峰啊，也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就23度。鹅膏上面赫然印着 toxin。简陋的装饰，又是香特瑞，
那么有一些呢，都完全的看不出是什么小动物了。那可能小椅子，这是一个小神仙。蘑菇神仙显然是一只大角羊，真够折腾人的。上去了又下来，又看到了一个蘑菇。这个蘑菇呢，就是我们安省可以见到的这个丁香菇。那么这个呢，丁香菇呢是可食用的。一半的时候啊，非常的贴心。这个地方啊，居然还有饮用水啊，松鼠。那么一只蘑菇呢，它们可能在争夺。松鼠呢，产在蘑菇头上。这个蘑菇呢，我估计呢也是4包菇啊、几包菇当中的那么一种。那么类似的，那么也是可食用的，还是比较凉爽，山风习习啊。我们很快就要到香帕克小镇了，还是应该是一只蛤蟆。这个林子里面居然藏了一只小兔子，这是3号啊 ，King Bolette， 这是 Passini 一种，肥肥的。我们原来呢在安省呢也产过，多的 raspberry， 特别多。我们啊已经快要到达我们的最后的目的地了，我们在这儿，这个。补充一把，太多了，看这全是。双脚终于又踏上了大马路啊！前面很多人呢，在长椅上休整。香帕克小镇 ，Bienvenue Champax Lake， 终于来到这个碧蓝的 Champax Lake。很多人在里面划船，池子啊，那就是与众不同，2条锦鲤。那么当然是一个旅游的小镇，这儿全是旅游的景点。我们沿着湖滨的小道啊，向我们今天的这个宿营地进发。清清的湖水，回望这个 Champax Lake， 花盛开，哇！这菊花都被它做成了一棵树，怎么办？小镇的核心地带。熙熙攘攘啊！在这个香帕克 Lake 啊泡脚，如愿以偿啊，获了我们的香帕克 Lake。我们的大妈们呢，从各个角度啊，都在这儿泡脚。我们这个呢，也在这儿泡脚。碧蓝的湖水啊，享受这个高山雪水啊。对我们一天辛勤劳动的回赠，都非常的惬意。湖水上呢，有人泛舟，有人呢在玩这个 SUP， 那么很多人呢在晒太阳、看书。真的，基本上啊，都是南来北往的背包客，大家在这儿呢进行休整和中转。叫 Plan Air， 这是一个公寓，我们现在是31号房。那么这窗外31号实际上是4楼，这是窗外这个香帕克湖和外面的这个小街的景色。那么我们带大家进去看一看，我们这个独间呢是什么样子的。哇哦，这个里面呢2张床，温馨的小椅子、床头柜。那么这是外面，哟，还有个窗户。那么这是一个阁楼。看湖景。哇，这就是外面的美丽的景色。不错吧？大家觉得这是在瑞士。那么我们总共呢，一个人呢是74.4块，那么瑞士法郎。那么我们这个房子呢，将近是148块8。那么当然是包含 buffet 的晚餐和早餐。Sour and sweet. Oh, what is that? Oh, excellent. Yes. Wow, this is 土豆。哦，土豆芹菜。vegetable soup。这个呢也是 vegetable soup。我先吃点 vegetable soup。看看我贪心拿了一堆啊，把汤里面的那个干货都被我拿出来了。然后这有最喜欢吃的酸黄瓜，还有最喜欢吃的这个酸的这个酵头。还有这个青菜、玉米，哇，还有小玉米，哎呦，还有这个bacon。瑞士传统菜就土豆炖那个 cheese。还有芹菜，太棒了。